来，各位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又来到我们直播时间了哈。来了。没错，身为一个解压的游戏，肯定。今天这发型看起来，这发型是去剃头，那个什么，先理头发了，男士理发都是一些老人家的，都是那些老女人了。然后呢，我们在听不会想，我跟他讲说，我头发要不要剪成圆形的，我要讲是有一个角度的，叫人搞剃安尼啦。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些老人哦，他用他的习惯在剪的，你个讲几波嘛，我来给听了，哇，进来进菜了进菜了，反正我们这种也不是外表取胜的，管他的。我是没有剪那么短了，我是想说啊，有要剪有个发型出来，他都没有办法弄。我发现了这种男士理发的哈，那男士理发到目前为止哈，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剪，都是老人家在剪。我觉得从业人员都是很年纪很大，拢六七十岁以上是吧？60、70岁以上的女人啦哈，比较多。我遇到好像都是这样的啊，也有男的，但是很少。基本上好像我都觉得男生理发大概未来没有人在接班了哈。其实剪头发我觉得利润还不错啊，剪个头发随便剪个300回扣啊，300块有什么不好的哈？如果他们会剪得快的人，不到半个小时就剪好了，20分钟、10几分钟剪好了。哎，10几20分钟赚300多块很好啊。那为什么年轻人没有人在学啊？反正我到处找一个比较好的理发的那个师傅了，没有找到，因为都是老人的，没有一个年轻人在做啊。对了，上海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哦。今天理发很辛苦吗？不会，我看到也会很辛苦吗？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很辛苦了。都人可以来剃剃，其他都在那边看玩手机啊，那我辛苦。但他们赚的钱比一般人多，好不好？赚的钱比一般人多哈。对啊，搞钱他对的，我都不知道那搞钱他对你干了，不管他了。那他讲了没错，他说、没有关系的，拍谁了？反正几个礼拜又长出来了。我听讲了，我就久了，要不然怎么办？要不然怎么办？人家跟他吵架是不是啊？好了，我们昨天组党的事情顺利完成了哈，现在就只差就把那个我们资料全报到内政部嘛，然后内政部我们会请他尽快的，大概不会超过一个月了，不会超过一个月，大概就公文就下来了，那我们就正式组党了哈。组党成立之后才能做很多事情才能做了，现在很多事情还是做不了了哈。大卖场100块，现在好像也没看到了、哦。我大卖场100块，那更夸张。我跟你讲，他随便进来给撸撸的你啊，也是男生的哈。好，昨天的那个组党的大会，我认为还是蛮成功的，我认为还是成功的哈。然后来了100多位啦，最后是什么？党员来了80位，然后20位志工，20位就是说没入党了也来了20几位，所以昨天还有超过100位了，超过100。其实只要我们之前只要100位嘛，100位党员就可以了嘛，然后半数以上出席，所以昨天其实只要来51位，昨天只要来51位就可以，我们这个组党就可以顺利了嘛。那还好，昨天来了100多位，一切都顺利，一切都顺利哈。这咪推了，我不想推了，自己要来推，啊搞啊！昨天很成功，昨天如果昨天有到人都觉得很成功，因为你不觉得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到今天为止都很顺利。昨天我这辈子做生意哦，说真心话，我这辈子做生意哦，通常都坎坎坷坷。
我的人生是坎坷曲折的，好不好？可是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从我开始做这些自媒体啦，开始回来做反共宣传之后啦，每一件事情到今年为止都非常顺利。我做这台戏，不管是什么做上电视节目啦，不管说我自己怎么演讲大会啦，不管说怎么，我没吐槽。其实我一直在检讨这件事情，哎呦，奇怪哈，啊，那奇怪啊，我这个人其实是丢三落四的人哦。可是自从我做现在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我的思虑哦变成缜密多了，而且我没有再出过任何错误。那你看我上电视哈，没有我满把出个几个不丢，然后我做任何演讲什么，从来没有出过错。这个时候让你感觉到什么知道？哎，这个是不是真的有天命？是不是真的？我就觉得所以我为什么会最近会常常讲天命？因为我觉得说哈，我的人生就没有这么顺遂过，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没有这么顺利过，我一波三折，身体又不好啦，什么精神状态也不好啦，一大堆什么都不好，苦苦挣扎，我的人生在苦苦挣扎中走过来。60岁那一年，突然开始想做自媒体，然后就顺了。然后你看3年前呢，30年前到现在，你去拿以前的节目给我拿出来看，我的气色又比当时好多了，精神也比那个时候好多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这个叫什么？顺天应人，要顺着上天给你的什么，跟你的天命去做。我越来越觉得说，像这件事情，你看了哈，它就是一个上天安排的嘛。我不过就是有一次在我们节目里面讲过说，哎呀，可能如果要加入51周，可能要阻挡。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大使啊，郭大使啊，因为他们俩夫妻都是我的粉丝嘛，所以他听到了说，哎呦，他一直有阻挡的想法。郭大使一直有阻挡的想法，可是一直好像也没有具体的动作。然后在节目就听到，哎呀，塔山要阻挡哦，我来催干嘛呀？他们夫妻就来找我了。然后我们3个就在什么高铁，我们就在高铁啊，就在高铁站，我们聊了8个小时。然后从那个时候决定的事情到今天，一步一步完成。当然天意了，我们有郭大使来配合，而有秘书长。这整个阻挡这些跟内政部的那些文书来往啊，跟内政部沟通啊，要怎样党章，哪些党章是可以用，哪些党章不能用，因为有分裂国土的味道嘛，是吧？因为毕竟我们是中华民国，现在还是中华民国宪法嘛，那我们的政党还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政党嘛，所以你不能主张分裂国土嘛，所以有些东西还是我们秘书长用了很多的精神时间去跟内政部沟通这件事嘛。所以昨天的一切都是按照内政部的要求，所以内政部只能派2个人哈，就派2个人来驻点嘛，来指导嘛，很顺利就完成了，因为做对的事情，人做对的事情，他就自然会顺利，永远要相信这句话哈。那到这年纪哈，真的我跟各位讲，我们到了一个年纪要懂得什么，顺天应人，真的要去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每个人都有天命了。但是你没有找到那个天命，你这一辈子就什么？这一辈子你的人生就好像在摸彩哈，在什么？在摸了彩券，最后一打开，最后1分钟打开啊，明谢惠顾，所以你的人生就这样明谢惠顾就过了哈，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找到，你的人生什么都没有找到，不管你赚了多少钱，你只要没有找到天命的话，你的人生都是乏味的哈。最后那1分钟要闭眼睛要走的时候，那1分钟才发现我的人生原来是明谢惠顾的哈。刚才求救那明信会顾赶快，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哈，所以我就觉得啊，今天有幸在这一个地方跟各位走，跟各位见面了，我还是觉得各位可以尽量，如果你是个你现在没有经济压力，你是个退休人员，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加入我们未来要推动的东西啦。未来要推动的东西会需要很多的人力，而如果我们这一代哈，各位啊。我们这一代把那个什么，把路美这件事做好的话，那这世人可以跟子孙吹牛吹偌久啊？可以跟儿孙吹牛吹多久啊？是吧？真的，这个事情真的是要有人做啊！你看现在整个国际趋势，现在没有人敢说什么，没有人敢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是在闹着玩，没有人敢这样说。怎么说？你知道吗？黄国昌蓝白为什么蓝白现在因为军事预算哈没有过，美国全解决就去驯化，我就问各位了，
美国有什么资格？你是外国你是另外一个国家，凭什么来对吧？约谈我们的立法委员？问这国会议员呢，假多呢？这为什么美国叫来约谈就约谈？虽然美国讲的很客气，但是他的态度很坚定哦，就是说美国人 AIT 几次约谈这些人啊，不行啊，什么情形？以什么情形？你跟我讲啊？为什么英国人不能来约谈我们的国会议员？德国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只有美国？日本也不敢来说我约谈你们的这种，你们那个法案没过，我来跟你约谈。我上级指导员 AIT 在我们的国会一副上级指导员的样子。我问你啦，我们加入美国，它是不是顺理成章？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就问你啊，你们的立法委员被 AIT 约谈，为什么不让他恭维？你们就承认 AIT 就是我们的上级指导员嘛，所以他的约谈你是应该的嘛，你这蓝白他也是知道嘛，这个东西最终就是台湾的主权归属嘛，这个就我们已经讲了 N 多次了在我们51州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懂这个道理了嘛，那只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而再而三的在什么？美国在证明给你看嘛，对不对？我们前来讲过哈。你跟你讲，你地位，你的国际地位未定论哦。你什么？你要不是中国，你2758，你不是中国的哦。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不具备台湾的主权哦。然后美国说，我不支持你台独啊，我只有一条路给你走了，我所有路都给你封死哦，只留一个洞，留一个小小洞给你出，跟他什么四面埋伏，然后留一个小洞让你跑，让你有出路。这个小洞就是美国是你的主权国。对吧？这个东西很明显，到今天，古立言在约谈这些人的时候，他们也都知道吗？他们不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推动的事情是大家心知肚明了，不敢只会慷慨了，蓝白把不敢给笑了。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东西要我们政党成立之后，我们把它奉上出去，我们把它什么发布出去，我们传播出去，没有一个人敢说屁话了。我跟你讲，那不相信我我求啊，蓝白你们的立法委员被古立言约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屁都不敢放一声？如果台湾主权不是归属美国，我就问你，他凭什么来约谈我们的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多呢，好不好？其实就是一个证据啦。我们的论述，我跟你讲，没有人能够辩驳啦。你把我这一套论述学会了是吧？任何人跟你辩，你都不会不会辩输人家啦，对不对？美国他就跟你一直在明示跟你讲啦，直接把底牌摊给你看啦，对不对？要不然为什么两岸事务美国都是军方在发言？结果我到今天都没有人能回答我了。大概哪个在讲啊？我问问你啊，为什么国际事务美国什么时候用军方在发言过？北约但是不是用国务卿去处理怎么两岸的事情都是什么帕帕罗这些人啊，海军司令啊什么的，都这样的讲话啊，我让给地狱模式啊，我给中国地狱模式啊，我要把你们什么火箭军的位置全部给摧毁啦，什么你们火箭军的什么配备啊、配置啊、编制我都知道啊，讲不有人听啊。这种美国人都是军方的这干嘛的？因为我们是美国什么军事占领地嘛，所以物件我跟各位讲这些东西他们蓝白没有人能够跟你竞争，没有跟你辩论，都搞我这一套你都完整的记起来未来我们如果要出去作战就是跟人家辩论，跟人家干嘛的就我这些东西讲一讲大家都哑口无言。我跟你保证哑口无言，因为我们讲的是事实嘛。咱没别人较搞啦我们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在讲事实，那你讲的拢属实，所以事实东西不容狡辩，太狡辩不来嘛，对吧？利用他们这些人每天都用那个完全没有逻辑的东西来颠覆。共匪不是要你相信他的话，是要让你一般人对政治开始觉得什么？开始就灰心，那个哎呦，台湾的政治哪会安呢？都讲一些什么不合逻辑的东西啊，搞没水准的，最没有水准的就是什么三流人员才会从事什么？从事政治，大概开始想就塔山共轨然后塔山共轨，台湾有三流人才会搞政治果然，尤其是这些民选这些人，大概18流的人才会干这些嘛，去参选什么的所以人家就原来就是安尼然后呢，
既然这样，很多人说那我就不理他，我就不想管，不想关心这个事嘛。这才是共产党要的，让你台湾人对政治完全没有信心，也是嘛，也看都不想再看了。那个时候他的什么，他大规模的渗透跟论述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就谎话讲1000遍就变真理，就会开始有人相信。然后到今天，明明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好的时候啊，对不对？股票3万亿了呢，够不？台湾的股票3万1000点，你什么时候做过梦想过这个事情啊？我们小时候那个2、3千点的时代，我们经历多少？3万1000点的时代到了，然后还有一群人在说：“哎呦，我们台湾经济很差啊！”对啊，这个不是谎言，这是什么？这不是谎言，这是什么？所以呢，你看这些人可以在台湾开始嘛，大规模的渗透，包括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什么林承佑林承佑这个家伙了，你知道为什么中天会迅速把它切割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迅速把它切割吗？因为高雄的桥头地检署已经查出中天主播林承佑以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金额利诱现役及退役军人刺探军机。目前检方已掌握9名现役及退役军人涉案，桥头地院已裁定林承佑及5名现退役军人收押禁见。林承佑关里去了啊！那我跟你讲，更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更好笑的是那为什么中天会紧急给他？因为这些东西他已经什么？中天他不敢再挺他了，因为这个整个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家伙林承佑这个家伙居然用他自己的账号汇款给什么？汇款给军人了，而且这个资金来源还是中国，而且他罪证确凿。你喜欢叫火大，他硬皮点来讲，不对啊，我中天的记者，我就是中国的媒体啊。一口人点来呛香港是中国媒体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也是被洗脑了，被洗脑洗惨的那一种人。所以我认为严立格说的他也是受害人了，因为受害CIA 有联手。我觉得这种人是属于那种什么被洗脑的脑残，你知道吗？他被洗脑，他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张文那个，他这个都是被洗脑到恨这个世界恨到这个样子嘛。但是这些人事实上呢？是很可耻、其实很丢脸的人啊，对吧？你做这些事情伤害是你自己啊，对吧？林佑成，林承佑了，林承佑，连中天都切割你了。我的英雄哦，你觉得你是英雄哦？你为什么为你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哦？我觉得他敢用自己的账号去愧的去讲啊，对啊，就是我就是中国啊，我们台湾就是中国的一省啊，所以我在这边做有益祖国的事情没有问题嘛，他才敢这样做嘛。但是出事了，你的组织第一个把你切割掉，共匪也第一个把你切割掉。这款人就是像敢死队一样，然后在前面呢牺牲了，后面他的主人全部说跟我没关系这个跟我没关系悲哀呀，悲哀。这个张文当时也是这样啊，是不是？可笑的可笑的。加一瓶75块钱，谢谢，恭喜廖董成立台美大会成功，谢谢，是很成功，真的很成功还有 Team Taiwan 6.99加币，廖董我住加拿大，现在凌晨3点，一直是忠实观众，通常看重播，今天特地来捧场，你要注意人身安全，祝贺台美董事长成功，我不怕，你不用怕我这个，谢谢各位，我说我不怕，不是在这边矫情我不是在矫情说，我不怕，我是真的不怕这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中国就敢跟他干了我在中国就跟他干了，我都因为这样喝茶了4次嘛，没有让我产生任何恐惧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有人有时候做对的事情，你可能内心就没有恐惧嘛，对吧？所以说这种我是真的不怕，我在中国都不怕了，在台湾害怕那就没道理了那人把减减了，不是安怎？我就人把减减了。我跟各位讲啦，其实像我啦还有陈凯丽他们这些人啦
其实目前为止是中共最什么最头痛的一群人，但是他能把我怎样？我等一下念那个护国党在中国引起的那个多大的骚动，他们共产党内部的文件哦，把护国党当做什么？真的当做一件事在处理，一就惊呢。中国很怕护国党这样的，因为我跟你讲，从来没有台湾已经几十年没有人想要反攻护国了。但是护国党他们既然这种想法，所以中国是很害怕了。但我蛋姐一定把那一段那段整个念出来了哈，好不好 ？Sky， 这是澳币2.99，台湾关税谈得很成功。韩国星期六一直在报道台湾关税，青瓦台决定要重谈关税，打算在台美的内容去谈。青瓦台这些傻逼，你知道吗？李在明你傻什么傻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亲共，然后你想让美国你什么手下留情，有可能吗？哈，李在明，这个世界真的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笨啊？中国经济这么差，韩国还想靠到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国家靠过去哦，谁？加拿大。我你们觉得可不可笑？加拿大75%的东西销到美国，所以美国是可以要你加拿大生死的。加拿大的产品只有输入到中国是有5%，可是他现在跟中国投降了，你知道吗？跟中国签了所有的协议嘛，然后只是因为什么？希望中国多跟他买一些能源啦，买一些什么菜籽油啦哈。所以我就说，加拿大这个什么小土豆，他们这种左派的人哦。所以说极左就会变成共产主义啊，所以他们这左派人其实是骨子里是认同中国的哦。所以小土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你明明你的外销总额卖给中国只有5%啊，你担心什么？你怕什么？中国制裁你就不做就好了。中国需要制裁加拿大的那个关税嘛？像他如果加拿大公不要给哪里，我才5%卖给你而已啊。那我这5%不卖可不可以？然后呢，75%卖到美国啊！美国会弄死你的、啊！我讲小土豆，你会把加拿大带到灭亡的边缘的。但是你觉得为什么？我跟你讲，我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骨子里是左派的人哦，他们可能真的是内心是认同共产主义的，所以很多事情他不会像我们这样用正常的态度去看。他们就会偏，每个政策就往那边偏，这个是真的是不可想象的哈，不可想象的。这样呢，跟加拿大本来就不用管他们，我们自己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好不好？各位要弄清楚啊！我已经讲过，我们台湾的股市股市的总价值啊，总值，全世界排第7位，各位。哈，台湾呢？以前中国啦中国讲不要排在世界4强，一定会欢喜到要死。其实中国什么时候排过4强？只不过你那个时候因为你跟盟国一起作战嘛，所以你被排为4强之一嘛。其实中国从来没有排过4强，好吧？我们台湾那么小，排第7位，7强7强，有恐怖不？德国一个老牌的什么工业国，法国这种老牌的工业国都输我们，对吧？那我们的股市总值超越韩国，超越德国，超越法国，排第7哦，全世界只输给谁？美国、日本、中国、加拿大、英国，还有谁？印度。我们排到第7，印度14亿个人，你要跟人比啥对吧？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这些什么亲共挺共人在唱衰台湾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已经慢慢从这个谎言中跳脱出来了嘛。事实就是这样啊！你只要我跟你讲，台湾人一定会关心什么？一定会关心经济的，因为跟你的切身有关系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3万1000点，你看很多人都在预测要到4万吴家良说会到42666点的，
如果我们的股市涨到4万多点的话，那我跟你讲，我们的世界排名可能要往前排好几个了，可能会搞不好有一天会超过什么？会超过英国，会超过印度，会超过加拿大，搞不好可能有可能摆第4名哦。美国、日本、中国之后，可能第4名就台湾了，有可能哦。如果我们到42000点的话，搞不好那时候连什么？连日本都赶过去，那就好玩，那就好笑了哈。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做对的事情，为什么？台湾处于一个常年这个上升趋势，台湾基本上是经济属于整个国力哦，属于上升趋势哦。这个趋势通常不会说哈，我讲哎，今年开始好，那我讲啊，开始好2年就掉下来，不会，这个至少20年跟30年的好运嘛。所以我讲百年崛起嘛，对吧？哎，我不是经济学者的，我全台湾第一个讲百年崛起的，全台湾我第一个讲百年崛起的，我不是经济学者，但是我是什么？我是个人，我就可以感受到台湾这个氛围，台湾这个什么善良的土地，善良又勤奋的人们在做一些事情，加上美国需要你，加上我们跟美国跟美日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最强的同盟嘛？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看懂？哎，奇怪，你忘不讲？哎，你台湾这经济学者啊，台湾的经济学者啊，台湾的政论家啦，我跟你讲，我没有一个看得上的啦，我觉得看我够当的啦，我不跟你笑啦，我也不怕人家，我只看得起谁，你知道？吴家龙。为什么？因为吴家龙他讲经济讲政治，他可以相辅相成。很多人如果只讲单一个讲政治，你刚才讲劲敌啦哈，我讲他们这些台面上这些政论家，我跟你讲到最后都变成只讲政治，他会没有空间讲。也讲啊，你跟我讲嘛是在老生常谈嘛，因为你没有新的东西嘛，所以这样的话，这样到最后你只是在什么？一直在播新闻呢，他们最后只在讲，哎，今天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对整个国家做预测、做推演嘛，那没有价值。会看过去，记者在做，那是记者在做，不是政论家在做。政论家要什么？上下100年，历史上上下100年的这评估这上下100年，你才叫这个专家嘛。啊，你刚才讲今天发生大事，今天来报一报，那什么？那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好不好？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哦，这很简单的代志，我是在你讲，我比吴家龙还早讲，对不对啊？有时候要给自己鼓励一下啦，不是我臭屁了哈，就有时候要给自己鼓励一下。对啊，你说刚刚这位是讲说韩国想要去用我们的内容去跟美国谈，你谈个屁呀，对吧？美国现在讨厌你要死啊，因为你现在还在亲中嘛。李在明，你不是刚从中国回来吗？你去访中访了多久？谁不知道？对不对？你算个什么？你要去美国谈什么？你还要把尹锡悦他妈的判死刑呢？虽然你判不了了，但是你看这个都是对什么？这个都是对美国的一个挑衅，好不好？搞清楚，这个世界只有2股势力，亲中跟亲美。你亲中了，你就是不亲美。你既然亲中了，你要接受美国人的制裁是必然的。你不要想说哦，我去亲中，然后我要想说美国给我一点好处，你是困气啊喂？你看这种思想哦，像李在明这种思想，那真的是，所以你看他讲话就真的没有一国之君的味道嘛，他真的没有那个素质的。啊，你韩国你选这个人，那是你们该死，好吧？那是你们该死。黄世聪分析的不错，但是他分析的是什么？当下新闻，他没有办法分析，他不敢了，因为怕分析错嘛。因为黄世聪是做股票的人，他有一个团队在研究，因为他们是做股票的股票公司的哈，所以这款人不敢讲太那个，他怕讲错。他可以讲的模棱两可，但他不能很肯定的讲，因为讲错的话，他的什么跟他投资那些人就觉得你讲不对，你讲不对啊。所以他们与其这样去做一些肯定的预测，他不如让他模棱两可。所以他们分析的只是当下的新闻，而不是未来几十年的走势。我没有听过黄世聪讲几十年的走势哦，20年、30年、100年，他们没有讲过这些话。这些话我跟你讲，只有我跟谁？吴家龙讲过，真的是只有我们跟吴家龙讲过，其他还真没听过哈。好，臭屁就不要紧啦，臭人嘛。Team 台湾6.99加币，要懂
加拿大要和共产党走在一起，当下一个被掏空的德国，当下一个被掏空的中国，还要进口自然中国电动车，加拿大政府被渗透，但川普似乎会禁止共产党车开进美国。共产党车不可能卖到说美国了，美国不可能。加拿大好像说，第一批49000辆的电动车，本来从100%的关税给它降到6.1%嘛，啊6.1%以中国这款卡小，他来呢，他100%都敢卖哦，那6.1%，因为它可以流血输出嘛，所以说你们加拿大哈，你们加拿大的命哦，不要把自己的命弄那么贱好不好？那种会自燃的车，哎。小土豆，你如果这个车在中国在加拿大烧死几个人，你小土豆的什么政治生涯就完蛋了，政治生涯就完蛋了，好不好？所以说不要跟你还有些人痴迷不悟了哈，那个管不了那么多，死就死德，一比死宾德。Sky 澳币2.99，廖总，昨天我看了直播，没有年轻人，有没有打算研究一下怎么吸引年轻人入党？我知道部分小草讨厌蓝绿，我怎么会没有希望？我天天在想这个事，好不好？我按万皮的公益，我们未来我们要宣传那什么新加坡的祖屋政策，吸引年轻人。年轻人你敢结婚，我就敢给你什么很低租金的住宅。这个东西我想，政府只要政府能够对抗财团的利益啊，对抗财团压力，这个东西很简单，不用没有这台湾要做这个东西很简单。我们可以什么征收一些什么台糖的土地嘛，比较大、看大片的点，那个用国家去盖起来，然后甚至拉一条地铁，或者是什么几个公交车的车站下去弄下去，把这个社区做活起来，你想去做挖开，然后年轻人去租房子哈，本来不说本来是2万一个月，你只要生一个孩子，我就给你减5000，你生2个孩子，你就变1万我跟你一个家庭哈。夫妻共有收入家庭，如果一个月只有1万的房租，而且可以住一辈子哦，没有人会赶你哦。如果我们能够租到一个月1万块的房租，一个家庭的话，我跟你讲，年轻人结婚的意愿会非常高。你年轻人再薪水再低了，也有4万到5万了，平均给你算4万5了，两夫妻9万了，9万的话，两夫妻薪水9万，拿1万块去收房租，你的家庭还可以过得非常的好。你先让年轻人稳定下来，哎呀，我这辈子是可以没有买房子什么的压力。如果我们这样做，我可以跟你讲，那房地产不会再涨。如果房地产不会再涨，我跟你保证，没有人要买。很多人买房子是为了涨啊。为什么很多人手上好几套房子？你看我今天跟凯莉他们聊一聊，凯莉说他们家有5套房，我们家如果连小孩加7套8套了，对吧？为什么那么多房啊？大概东西年轻人买起来，等着涨价嘛。如果你确定说，哎，房地产可能你像德国那样啦哈，像德国房地产不能涨了哈，那因为你有祖屋政策嘛，就房子不会涨，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去把钱放在房地产。这样的话，居住正义就出来。居住正义是要有方法，不是用喊的，好吗？规刚那么喊，因为台北什么做什么屋啦哈，就公租房，那个房租共4-5万了。干才4-5万，你是不是干说什么公租房？那你就等于一般建设公司做的一样啦。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要造福年轻人，还是假的？一看就知道了，看他们定价就知道。你做每一件事到底是不是让年轻人有感了？当然，我们如果有那一天执政那天，我们会做每一件事让年轻人有感。而且我跟你讲，台湾真的不缺这些钱，我绝对可以从台湾的财政里面拨出这些钱，因为台湾的路来如何谈一条。你说了好啦，就算台积电到美国设厂，也是我们的人去设的啊，哈，员工也是我们的人啊，对吧？他也是台湾的公司啊，赚的钱也是我们台湾赚啊。虽然他的股东有一部分是美国人，但是不一样啊，不能这样讲。只要是我们公司赚，台积电是台湾的公司，到哪里设厂也是我们赚的钱。所以台湾未来那个什么财政会越来越好。加上如果我们讲哦，照我们之前讲我们的规划这样，亚太营运中心，世界第2个金融中心要在台湾，因为晶片的交易，它的什么
晶片的什么物流可以带来金流嘛？这个金流太吓人，加西洋了。现在大概1年就有什么？大概1兆美金了。现在光这一年的金流就1兆美金了。如果啦各位，如果我们的台积电量再增加了1倍，如果我们的台积电再给它什么，在中下游，在整个产业链再扩大出来，台湾做亚太营运中心是唯一的，而且是没有人能够挑战你的。我们要把什么？把新加坡新加坡的财政的抢回来。现在来讲是很简单啦，对吧？我们是讲过萧万长那个时代，他妈的台湾穷的要死，他都敢喊亚太营运中心了，为什么现在不敢喊？那个时候喊是喊假的啦，那些人话就话 gay 啦，为什么？不可能嘛！你那时候你的企业都往中国跑了，你有什么金流？你什么都没有，好不好？你根本干不过香港，干不过新加坡。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世界局势不一样，所有重点都在台湾，所以台湾可以做任何一件你想做的事情，以前不敢做的事都来做。我就跟你讲啊，赖清德先生，你就算你没有做，你喊一喊哦，喊我要成立亚太营运中心，然后什么，把世界所有的专家把香港以前那些专家全部找过来。我跟你讲了你敢按话你的 GDP 就要给贵啊，光喊的话，你的 GDP 就不知道涨多少了。这世界有一个代志是安尼要做也要喊，哪做哪喊，边做边喊，你的经济就起来了。川普就是这样啊，川普在做给你看啊，川普跟全世界画paragame啊，然后你觉得画paragame不好，有没有效？有效，全世界都跪下了，只有川普能够让全世界跪下，是不是？所以你说川普怎样？一直喜欢画呀，我就跟你用喊的喊到最后，你看谁敢跟他争锋？世界就是这样，因为人家有筹码嘛。川普讲你有没有牌？你有没有牌？我有牌，我台湾有牌，而且牌很大张，是不是啊？可不可以30块懂一些？请问廖董对川普成立和平理事会、陆委会10亿美元的看法？川普这个东西，我是比较觉得，当然他这样讲也没有错啦不可能像什么，像联合国都是用美国的出资嘛。川普这种个性我觉得比较对美国比较有好处了，因为美国其实已经不是世界唯一超强了他已经不是像世界，美国还是很强，美国经济还是很强，但他已经不是超强，唯一超强，所以他不能像以前一样100%联合国钱都他出了，现在没有，你成立所有东西大概平分嘛，大概平分嘛，你对世界越好没有用了，这个世界有些东西就要叫不来。你给任何人优待都没有用了。现在不是有人在谈什么欧洲的整个欧洲的灭亡嘛，败亡，不要说灭亡，欧洲的败亡，就是因为这样子。欧洲人大量在什么接受这些移民，他觉得说本来说，但是他接受移民让他成为这个欧洲整个国家没落的原因。英国现在整个英国麦克绑了。只说英国现在本地人的比例已经不足40%，也就是什么意思？60%都是外来人口了外来人口是什么款人？大部分是穆斯林，穆斯林极具侵略性，穆斯林比共产党更有侵略性所以台湾千万不要让穆斯林进来台湾唯一有可能会进来穆斯林就是印尼老公嘛，印尼是穆斯林嘛。但是这个是唯一我们要警惕的，穆斯林这种东西他们到每一个地方当然要谁干呀？他们觉得哇，北欧洲这些国家怎么社会福利这么好？那我们就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找来，那种没有什么事我就谁干，生大量的孩子，然后用社会补助来养他们。欧洲能够有这么高薪，是因为他们普遍的水准这么高，所以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是有附加价值的。可是当你人口60%以上是什么穆斯林，他们是被加姆偷谈的行，你这个40%养不起这60%，所以你的你的高福利政策是一定会崩溃的。高福利政策就是什么？左派的这个超级白左那些东西，到最后，我举例是举英国，其实整个北欧、整个欧洲都有这个问题
他们因为引进太多移民了哈，最后这些人不会走了，而且他们也不会对国家产生什么，不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效益，因为智商、因为人格、因为品格、因为什么水准就是安尼尔。他们本来是在做什么？本来说，比如说布兰迪故乡啊，一个月只赚$1000了哈，但到了欧洲，他可能可以赚$3000。但是欧洲人赚$3000，原因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这个素质，他们的附加价值就这么高。可是这些什么？这些穆斯林本来只赚$1000素质的人，要来这个$3000的国家，他干脆就拿你的补助就好，把你整个国家水准拉下来。欧洲现在败亡原因在这里，所以我不是讲吗？在现代科技上，欧洲是完全空白了哈，空白啊哈。你们说什么啊？有啊，因为什么 SMO 啊，液化半导体那个不算，那个太少，那个极端的极少数例子，那个撑不起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像台湾这样哈，整个什么半导体啦，整个规片那里衍生出来，整个产业链出来，欧洲是没有的。所以连德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汽车嘛。那我问你了，汽车现在有用吗？汽车就被电动车打趴了嘛。未来德国的精密机械还很强，但是已经剩下极少数了。人家日本不一样，人家日本不是只有汽车啊，人家日本是有汽车，有精密工业，对吧？有轮船，有什么都有啊。但是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半导体他们没有放弃啊。日本没有放弃半导体啊，现在又依靠台湾的台积电去日本设厂，要把日本重新半导体的能力再带起来了。我跟你讲啦，川普说台积电要到美国再设5个厂，本来6个厂，再设5个厂，有11个厂，对不对？我可以跟各位讲，到最后真正会成为台湾对手的还是日本啊。我这句话放在这里，我这句话最早讲了哈，我放在这里啊。为什么？日本人跟台湾一样，应该什么？吃苦耐劳嘛，而且这个技术本来就是日本留给我们的啊。早期Toshiba不是全世界晶片做最好的吗？它只不过被美国压制过来，现在你看日本要下定决心从台积电这边重新什么找回他们的晶片的技术，他们会比美国机会更大。美国的还是那个，我看美国那种啊，工会那个味道永远不会变的，永远不会变。现在台积电这2个厂为什么能够运转？是因为美国招了一批退伍军人，年轻的退伍军人，他们比较服从嘛，比较不会像一般的什么工会这样搞嘛，所以他才能做起来。但你不可能未来几10个厂都靠这个啊。也就是说，美国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底蕴哦，再把半导体整个带到美国去了。而我认为最后跟台湾有竞争的应该是日本。所以我们未来还是要跟日本的关系搞得很好。我们的政党有3大目标哈，各位，我们虽然我们叫台美党，对不对？但是我私下我是希望说，一股势力就是郭大使带队去什么搞美国关系嘛。但是有一群人哦，比如说像什么以前在日属美战啊，想日属这一块，喜欢什么？希望台湾能够回归日本本国母国这一群人，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的政党。因为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部分人，这个跟美国加入美国跟什么回归日本这是不相干的2人，但是都是在我们党里嘛。那我们美国是郭大使带领，那个日本是我们秘书长带领。我们秘书长是一直想要去日本打官司的哈，打美国打日本对台湾还有剩余价值。我跟你讲，这个理论个人有个人的理论，我不介入。如果你们觉得说，哎呀，我想争取加入日本，你们台美党都是加美国，我不要没有关系，你们都可以进来，只不过是吧，我们会有3个部门哈，美国、日本、台湾啊，然后呢，个人做个人的事情哦，是不是？然后日本部分呢，秘书长带你们去打官司哦，总比什么？总比你们每年去靖国神社拜。我不是说靖国神社在拜不好，你是个社团，你是个民间团体。日本人说啊，不错，台湾的我们台湾的还有人愿意，台湾还愿意跟日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也会很高兴，但是没有意义，没有用。至少要像我们一个政党的名义，
我们一个政党的名义去推动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够接触到什么？接触到议员、官员，甚至什么，甚至他们高阶嘛，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接触啊，比如说高雄那个保安堂，高市长以前都来过几次保安堂，所以真正的我们要去接触日本的管道也是有的哦，就是说我们周围这些人都可以，所以说你们这些一心一意想要加入日本的，你也可以加入我这边，至少到我们政党里面，你们还是以政党的名义去的嘛。你现在用社团，根本谁理你啊？我跟你讲，这民间社团在国家的问题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没有什么效果了，好不好？然后我就来负责国内的事吧，国内的什么宣传嘛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台美党这三个方向，我先把它定下来。我们也是什么三个方向是吧？兄弟要爬山，各自要努力哦。昨天我们那个什么，我们有一位党员，他是党员20几号啊，前几名党员啊，他说他是清华大学教授，还有他清华大学还有美国哪个大学教授我忘了，他是郭大使带回来的朋友啊。他有发言，他说希望我们以后每年了哈，我每年了哈，我廖金章啊，我说每年大概至少要跟郭大使去一趟美国，去宣讲这些东西的，然后海外侨胞对这个支持度会更强。侨胞是这样啊，你做到他们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喜欢的事情哈，你真的会什么？他们会支持你。所以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柔性政党，我们不需要交党费的哈。后面我们是要靠募捐嘛，募款，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募款，就等政党正式成立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政党的账号嘛。那时候就需要大家多多捐款。如果有资金够的话，我们要做的事就多了。以我们这几个人啊哈，一共大使啊、秘书长跟我啦，我们这3个人的3个方向的那个什么的能量啊，能量去扩充，只要资金够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扩展的很快，啊。所以还是希望各位了哈，各位既然你都在我这边来听，今天有1000多个，现在有1000多位了哈，1000多位在线了，很久没有1000多位了哈，我们终于又1000多位了哈。我们有1000多位在，表示什么？台湾人对这一块是有期待的，对台面党是有期待的。台面，你对我们有期待哈，我们就会做得更起劲。你对我们有支持，我们义无反顾的去做。不管去美国、去日本，甚至在台湾各地巡回演讲，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愿意去做。但是真的需要大家共同那个的。所以说你支持我的频道，也就是支持我们的党啊。因为我们的频道唯一的发声管道就是我们的党唯一的发声管道就我这个频道啊。你们对我这个频道稍微爱护一点哦，我们让这个频道做得越大一点，我们的党的声量会越大。这是但动比人家占了优势嘛。到目前为止有哪一个党，有哪一个小党，他有一个专属的频道，天天在放送的没有？这点咱的党做谁？但是这一点这只是基础而已哈，基础哈。大家帮忙啊！念人就是个大使。葛林兰这个事情啊，你看美国现在搞的，哎，我觉得川普实在很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是葛林兰人啊，葛林兰人是愿意的哈，所以葛林兰现在已经不太透过丹麦，葛林兰直接跟美国谈判了嘛。我觉得他们可能那个什么，我觉得那种金额可能会提高，可能搞不好不止10万了。这5万多人呢，10万嘛，这50亿呢，那好像，对吧？啊，如果50万呢，这200多亿啊，要让美国拿几百亿美元出来，然后取回格陵兰，对美国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们现在要狮子大开口了，是吧？轮到我们再来讲哈，接下来，所以说啦，如果说加拿大这样又该亲中了啊，搞不好川普真的会把加拿大收回去哦，这是有可能哦。你不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哈。如果你说他对格陵兰这些东西的川普的态度啦，他的世界没有可不可以，没有
可不可能？只是说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啊？所以台湾是必然是有价值的嘛。对啦，台湾现在这格陵兰是愿意的、啊，格陵兰是愿意的、啊，现在是格陵兰就不愿意去跟这你你美国去跟丹麦谈判一定不会成功嘛，因为丹麦怎么可能放手嘛？可是我格陵兰可以啊，我格陵兰人直接跟你美国谈了，我就是愿意啊，我的公民自觉啊，投票啊，我们要仔细去看这些东西啊，未来我们就搞这一套就好了，我们就照格陵兰那一套来做就好了，我们条件比格陵兰好多了，好不好？我说过，美国现在随时可以介入台湾政治哦。美国的军方的飞机可以到台湾之后，然后随时告诉你我来了哈，不用事先跟你报备哦。美国什么311日本大地震的时候，从日本撤回台湾的侨胞，不是由台湾的海关来接受，是 AIT 自己在机场开一个通道，由 AIT 的人在那边设一个关卡。你 AIT 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在台湾这样做呢？哈，你们的人要进我们台湾，结果不是我们台湾的海关来办，是你们 AIT 自己来办咯。这个东西我讲的东西都存在了，我不是在吹牛。那我就问你，这些东西给他抽，哎呀，不合理呀！当然啦，你如果想把它想成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就很合理的。美国说我人要到我自己的属地，我干嘛要你台湾人来办？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们要宣传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国际上不合理的现象哦，美国对台湾如果以国对国的关系，它是不合理的这种先拿出来讲，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辩得过你。而且年轻人讲，哎，有这样代志吗？真的这样吗？我说真的有这样，你去查一下，真的是这样，然后他的逻辑就清楚了。哦，原来你们台美党讲的都是真的，只不过碍于中国还是一个什么比较大的势力，所以美国要收回台湾这一块，他要什么？首先要把中国压下去嘛，让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影响力嘛。所以他从他一带一路开始割嘛，开始切割嘛，把中国的经济搞垮掉之后，美国把台湾收回去，那就是理所当然了，那就理所当然了。当然很多人讲说中国都好像要什么要瓦解了，趁他瓦解，我们赶快加入美国，趁他瓦解。我们今天要脱中入美嘛？很多人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跟亚洲人不一样，为什么日本人整个素质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能比，连韩国都比不上啊，新加坡也比不上，日本永远都是独树一格，因为他脱亚入欧了嘛，因为他什么明治维新了嘛，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其实我们台湾也要搞这个，所以如果今天还在讲中华文化，只要现在还在复兴中华文化，我都要远离它，不管它的声量多大哈，只要想复兴中华文化，你马上远离它。另外，那些人都没有活明白，那些人都很危险，好不好？那我们台美党要推动的这些东西，其实在生活当中，就在生活当中而已，我们也不用讲什么高深的学问，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情况，不合理啊，不合理，我们就告诉为什么不合理。原因是什么？因为台湾就是美国的所以美国人进出台湾自由自在啊。美国人现在有500个绿扁帽突击队在台湾在金门马祖嘛，本来在金门嘛，金门说不行哦，金门是中华民国土地哦，你美国只拥有台澎的什么主权哦，你没有中国的土地，金门你美国没有金门的主权哦，所以绿扁帽撤出金门来到澎湖嘛，这个但是。利用卡塔为什么这样其实安内啊，对吧？美国本来就没有金门的主权啊，他什么时候有金门的主权？金门是福建省的，你怎么人家主权？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这些做法都是一些什么一些指标性的动作。好，美国今天派人来在台澎，那我就问你啊，他要跟你讲吗？是我要跟我台湾我要派兵过去，要得到你同意吗？他从来不会理你的，从来不会理你。他觉得需要他就派来嘛，是不是？他表示现在只有500个人，就表示台湾现在两岸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张嘛。我跟你讲啊，只要两岸关系一紧张的话，明天就是5万人来了，这个就一点都不奇怪啊。到时候把日本驻军、把韩国驻军各拨一半的台湾，只要有需要，
分分钟的事情哈，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哈，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比可卡30块短信息，请问廖董对准欧盟准备淘汰中国制造的基础设备看法？这些东西本来就该这样子啦。为什么要对？比如说华为的那些东西啦，华为为什么很久没有喊 5G 了？你们知道？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还喊中国把 5G 这个宣传的神与活现的哈啊，为什么现在没有 5G 啦？不谈 5G 啦，而且你在中国去看，其实那个都是假 5G 啊，那个都是4G 的。其实中国的流量都是4G，没有 5G， 为什么？没有晶片嘛。你知道，光 5G， 光那个地上的那个接收站哈，那个地上那个站哈，比4G 要多多少，你知道吗？而且那个晶片啊，那个晶片 5G 的晶片，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只能从台湾买了。台湾不是几年前就已经不再对中国输出了吗？几年前就不再把晶片卖给华为，所以中国已经没有 5G 了。既然没有 5G， 那我问你，欧洲他干嘛要买你这个东西？加上你是有你有留后台嘛？跟中国做生意本来就很危险啊！我跟你做本来就很危险，现在你根本你现在连什么？你连技术都赶不上人家，所以我现在欧洲再去跟华为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嘛。所以他们只有慢慢的把它，而且重点是什么？这些国家在中国讨不到好处了啦。德国的什么？德国的奔驰跟什么？跟宝马，为什么在中国赚不到钱？都已经慢慢撤退了。东西安内啦，有钱赚我就继续什么？我就继续妥协了。没钱赚，大概一拍两瞪眼，世间就这很现的，应该世界本来就应该这么现实，不奇怪啊。国跟国之间本来就没有只有利益嘛，国跟国跟你讲什么道理？你跟国之国讲道理不是很好笑吗？世界上有这种事情吗？哈。华为5G， 华为5G 开始宣传多大？你知道？我跟你讲，唐颖，你没有在中国待过，你不知道当时在5G 宣传的有多大？后面没有啦。中国人嘛，跟你讲，那你基本上没华为5G 啊，我都没晶片啊，台湾晶片不卖给你啊，你的，而且那个晶片是这样的，你的发射站哈，那个晶片是常常会坏，常常要换的嘛，所以它没有办法更新换代，它整个垮掉了。开始设置是有的，他把那个华为基地台都弄好的时候，更新换代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晶片给他做维修嘛，它整个就垮掉了嘛，是不是啊？啊，卡西欧是被台湾电子搞，卡西欧是不跟台湾比起来的，那个就差很远，卡西欧那个技术差得太远了哈。民政党这挺马的没关系啊。现在我可以讲了哈，起码已经不用再跟这些人生气了哈。我们台美党出来就是会怎么样的？我们台美党出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年轻人回到你的逻辑，回到你的理智上。我说年轻人不要被政治给什么，不要麦克劲敌谁闹起，回到你的理性，回到你的逻辑上，你觉得哪一个有合逻辑，就是你要听他的；哪一个没有逻辑，你就把他踢到远远的。如果连政治都没有逻辑，表示他是诈骗犯。如果你连政治都逻辑不能自洽，我就问你，你就是谎言嘛。你如果是真实的东西，如果是事实的话，没有什么逻辑不能自洽的，好不好？现在这些红统派就是逻辑不能自洽嘛，对吧？啊，顶盖讲一下，委内瑞拉的一大堆十几个名嘴全部集起什么？集起丢脸现眼，集起趴窝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还是继续出来讲啊。那为什么？那最后只能讲给你们支持的听嘛。我们现在支持，我们要去就是年轻人，年轻人一定要逻辑自洽，他才会相信。我讲的是有水准的年轻人，不是那个小草。小草我前面小啊，老鹰那个他妈的饭都吃不饱的人，你能跟他讲什么逻辑？但是台湾绝大多数人是有逻辑的哈，台湾年轻人是有逻辑的，我们要吸引这些人。我们也可以跟他讲，蓝绿都是垃圾，真的蓝绿白都是垃圾，因为他们都有一些逻辑不能自洽的地方嘛。只有我们从头到尾哈，我说过，我们从头到尾我们的逻辑就是吧，开诚布公，我们讲真话就好了嘛，你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困难啊，讲真话做真事就好了啊，永远不要有什么私人的利益在里面，
你做的事情就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成熟，得到的支持就越来越高哈，对不对？我们也很辛苦的，我们也很辛苦了1个多月哈，这一两个月，我真的我节目没什么人听哦，我很难受，我很难过哈，我的订阅数哈，每天都在减少，尤其是我昨天成立政党之后，昨天少了什么？少了20几位，退了20几位了。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已经没有关系，到今天我已经把它想开了哈。所有的事情我们只做对的事情，未来往前冲到什么？冲到最前线去，然后自然会再吸引一批什么中间选民，中间理性的选民。我们这个政党吸引的是什么？绿营吸引的是什么？高阶绿营，有素质的绿营，而不是那些什么深绿那些脑残的，那些脑袋不好，我们也没兴趣啊。那些到今天还在要求我们的，不敢去。我说你们不敢去要求洪三雄跟什么英霸他们把你们什么，把你们小绿全部抠过去，连台人都被人家抠过去了。你们这些什么深绿也没有办法去说什么，你敢去谴责一下吗？就会来谴责我而已啦。这群人我也不在乎了哈。我们要的是什么？理性的、高阶的，不管是蓝、绿、白，都是我们要的朋友。而且我们只要声量出去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行为逻辑啊，他们是看得懂、听得懂的。重点是陆美这一块，嘿嘿，最大公因数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听到谁说，我不想陆美啊。有人跟我讲啊，我想要台独，不想陆美。我懒得跟他讲了哈。台独你台独搞了70年了，连家门口都没有踏出去，好不好？是吧？连以前那些什么张荣发那些什么奇美那些那些人，那些早期那些很优秀什么企业家的台独啦，辜宽敏他们这些人，然后那种最优秀的，基本上都不见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再搞了，因为知道没有机会了嘛。他最后知道，其实台独不是什么，台独最大的敌人不是国民党，是美国呢，是美国根本不让你台独一步了。如果只是国民党，我跟你讲了，国民党早就没有能力影响你，对吧？国民党早就没有能力不让你台独。我问你啦，我们的总统都是什么？都是逮到金孙啊？为什么他还不能台独？不是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现在在台湾屁都不是一个了，好不好？是美国的问题。其实他们说是中国，我认为中国问题也不是很大，还是美国的问题啊。美国他不让你不让你台独，他要把你收回去，好不好？这么简单。今天台湾6.99，那种很多共产党党人都把钱藏在海外，在北美自残。最近 CIA 大力策反他们，请问他们的忠诚度是不是早就动摇了？纷纷找后路要跳船，这当然啦。共产党最人哪有忠诚度啦？我就跟你讲，全中国没有一个人相信共产党啦，没有一个相信共产主义啦。到今天，全中国没有一个相信共产主义，他们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所以那天我遇到那个什么，遇到杨宪宏，我就问他这件事嘛。他说其实中国的这些官员不敢跟台湾开战，因为他们的钱都在美国，美国早就跟他们讲好了，你们敢开战台湾，第一让台湾直接独立，第二你们的钱全部给你没收。就像俄罗斯现在不是有3000多亿美金还是被冻结吗？中国不是3000多亿中国可能30兆美元中国的国外上就30条的美金嘛。这个如果被冻结大家都高兴啊，是吧？搞不好以后就发给中华民国啊，就这样啊。所以美国牵制中国其实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战争你打不过台湾，比如说你的海外资金我给你冻结，比如说什么我经济上打压你，让你没有钱去打这个仗。美国可以有好多的方式，然后什么？从把你的盟军一个一个剪掉嘛，是吧？你小弟什么委内瑞拉啦，什么伊朗啦，什么俄罗斯啦，姐给你剪掉嘛，对吧？
从3年前的乌俄战争，我们就已经很多人就已经发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美国故意要把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战争限制在那边嘛，拖垮你俄罗斯嘛，拖垮你俄罗斯也连带拖垮你中国嘛，是不是？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就讲过，但是你可以看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是这样没有错啊。我们讲我们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一点一滴让中国弱化。所以说，对呀、对呀、中国你说你今年我的顺差啊，外贸顺差有1兆美元啊，我就说有什么用？流血输出啊，你卖越多你亏越多嘛。等有一天你国力哦，因为这样流血流干了，那个时候你的国力也垮掉之后，那个时候美国就可以动手了啊。那个时候中国到底是什么？是瓦解还是解体，跟我们都没关系。我们要趁那个时候赶快加入美国，然后哪怕中国未来怎么样，跟我都没关系。你后面哦，中国什么未来又有一个什么，又有一个比较有能力人出来，然后把中国的经济又往上带，那个已经跟我没关系了哈，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美国了1周了，只有这个机会啦，而且机会快来了哈。台湾加入美国，当然要美国同意，其次要中国垮掉，这些都是必然相辅相成的。从邓小平的时代就讲过，台湾如果独立，他们是一定要打的，这是中国的什么？中国的国策。如果台湾独立，他不打，那个当时的那个什么，当时那个总书记也做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普遍的共识嘛。所以台湾不管要什么，要独立要加入美国，首先一定要什么，把中国先弄垮，让中国没有余力去什么去搞台湾。而这个事情美国正在做嘛，美国也不是吗？川普18年才开始搞这个，2018年才开始搞中国经济啊，现在几年？2026年了，像我这才8年啊，他7年了，所以你中国经济什么开发了，什么改革开放40几年了哦，经济多强多强，美国搞你，其实美国搞你第6年你就垮了嘛，现在快第7年、第8年了，所以这个东西美国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在做，把你中国整个打趴了之后，那一天台湾你不用叫了，来进来，我等你很久了哈。那个时候做水到渠成，我们要做水到渠成的事情。水到渠成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宣传嘛，做台湾宣传，做美国的工作，做日本的工作，做台湾内部的宣传的工作。再给我们1-2年的时间，我们台湾内部宣传就会很成熟。我们这个政党成立之后，我们在各个媒体去宣传，我们在全台湾巡回演讲，我们这些东西都来做的话，2年到3年内，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观念全部给推广出去了。那个时候，台湾的共识就全部出来了，而且这个是很容易推动的，比推动任何东西都容易啦。就你带动的人该知嘛，所以我们就台独的朋友哈，我再给你招手，赶快过来。其实你们也知道你们走投无路了啦，台东你该走投无路啊，走投无路了啊，无你那今天为什么会没有声音？整个市面上没有声音啊，不是我们这里没声音啊，你整个市面上你好敢你讲我听嘛？你们推出几个人给我看嘛？你们现在台面上非常活跃的台独，很有社会地位，比如说像李远哲他们这些人嘛，像这么早期这些什么哈，奇美的什么那个什么，台湾的企业家。台湾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在搞台独，谁一个就好，举一个就好。为什么以前那么多，现在没有？这些人都看懂了。美国不点头，你台独个屁呀，是吧？是不是这样讲？既然要美国点头，那直接就加入美国51州了，还要什么？我们以前天真的以为我们可以著名自觉，我们自己什么公投就可以台独，没有，绝对不是这样。主权不在我们这里，主权在美国。既然这样的话，既然我们是要经过美国同意的话，那很简单啦，那就直接加入美国51州就好。我还跟你搞这些干什么？所以台独的朋友真的啦，我们政党成立之后赶快加进来了，我不骗你啊，这个才是正道啦，这个代志才有可能。咱这个年纪要做有可能的代志，咱这个年纪别个点来嘛，打高空。我这一辈子很讨厌打高空，你知道，因为我是做生意人。我是生意人，我知道打高空人一定会失败，天天在那边这个与你来水里去的哈，天天他妈的讲那个天马行空的东西，那个都不会成功，
但是我们讲美国51州，它是唯一有可行性的哈，台独的啦哈，个什么要什么回归日本母国的啦，是吧？还有什么？只要你反共的啦，蓝营白营，其实你们都可以进来。我们把这件事做大，我相信这个事情绝对可以成为你的共识，而且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件事情就可以做成。所以呢，不要把它想的它是个很遥不可及的事情，只要每个人都什么，每个人都同意，都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个事它就会成功。成功了什么？你的子孙，我的子孙，我的家族，你的家族，所有人都是什么？变成美国人。我们这一代人哦，受了颠沛流离了。因为你台湾人是不是颠沛流离？我把颠沛流离呢，我要被赶到中国去，又跑回来。这不是颠沛流离是什么？是吧？我们的台湾当时台湾生存不下去，才到中国去了嘛。现在我们又回来，这不叫颠沛流离。如果我们成为美国一州，其实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哈。我们未来就可以安居乐业，慢慢的享受我们的百年崛起。你听到我百年崛起这件事情，不是越听越顺口，越顺耳吗？因为你越来越觉得廖金章讲的是对的啊。结果塔山讲的是有影，真正要百年崛起啊，对吧？以我们现在对世界的价值，黄仁勋讲下，未来晶片的需求度会增加1万倍哎！看我喜欢台湾，台湾怎么再增加1万倍的供应量啊？我就问你啊，喜欢来增加1倍的，但是什么？我只能跟你讲说，未来晶片的需求量会大到吓死你了。所以为什加工，魏家不是在讲吗？你们不要讲那些了，没有用的啊！现在我的2奈米产能都已经被定完了啦，未来的还没有开始设厂的产能都被定完了，未来的量越来越恐怖。你看这早期台积电为什么价格不高？你知道？所以台积电的产能没有全开啊，因为全世界那个时候只有苹果在用台积电。早期只有苹果在用台积电的产能，其他人那太贵啦，你那个太精密，太那个我们用不起。台积电只有苹果在用台积电，所以台积电股票几百块啊，甚至几十块而已嘛，一两百块不得了，300-400块已经很吓人了哦。为什么现在到2000？为什么会到3000？为什么？因为多了辉达，多了 Google 这些所有的科技公司，马斯克，所有的科技公司都要来用这个晶片了。以前他们用不了这个，用不了多少的。以前最好的晶片是苹果在用现在不是，现在最好的晶片谁在用？马斯克在用嘛，黄仁勋在用嘛，而且是吧？各大他们现在不是有 TPU 吗？我说 CPU、GPU 还有一个 TPU 吗？讲得多高 ，Google 那个 Meta 多高，GPU 多厉害，对不对？还是台积电做的，对吧？你讲我 CPU、TPU 可以取代 GPU 哦，多高多啊，没有关系啊，还是台湾做的。就是最公，你说台积电现在市值大概快2兆了哈，可是那个辉达市值大概5兆，我说美金哦。廖金章今嘛讲完了，就有 keep 可能讲美金啊，对吧？台积电大概不到2兆市值啊，辉达大概5兆。你说哎呦那可是技术在台积电为什么辉达比较贵？没有关系啊，辉达它是销售端嘛，它卖了它的利润80%的利润嘛，对吧？台积电在50%几的利润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一天TPU 超越了 GPU 的时候，可能辉达如果有延缓下来，甚至辉达有点降下来，另外那一家起来了，还是我们的客户嘛，还是要靠我们嘛，所以我们是很稳定的在这里。那这客户我跟你讲，我们以前这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是苹果，对不对？苹果现在不是被微软跟辉达超越了吗？那你怎么不知道下一个要超越辉达的是谁？下一个要超越辉达、超越微软的是谁？江山代有才人出，尤其是那些软体的IC 设计那个东西，真的会有天才的，真的会有天才。从 GPU 本来是图形处理器变成可以运算的，也是因为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年轻人，他把他把 GPU 可以用来什么 ？GPU 可以用来运算，他发现GPU 的运算度比 CPU 可以增加100倍啊！突然所以说世界上有什么这个 IC 设计方面的人天才非常多了，
都是刚不过来一个天才，我嘛唔知啊，是吧？但是不管你是什么天才斗宅啦，那天才地才斗宅啦哈，最后都是要靠台湾的晶片嘛。所以台积电的市值慢慢在成长，慢慢1兆美金、2兆美金呢，辉达啦、Google 啦、微软、辉达、苹果3家加起来都要14条啦，这13兆美元的市值啊，这13兆美元超越什么？就3家公司哦，苹果、辉达、微软3间了哦，对，苹果、辉达、微软3间啊，总市值13条，现在可能不止哦。这我之前看到13兆美元等于什么？中国加香港的市值。所以我小文豪，我讲你听啦，我真跟你们讲了，不要太自以为是了。苹果、辉达、微软3家市值就等于你们全中国的股票市值加香港。中国全股票的加香港都不到他们人家3家的市值，你是不是跟人竞争一下？你们要跟人竞争什么？是吧？而这些东西都要靠台湾了。我讲的这几个这么了不起的都要他了，我还没有算到马斯克因为马斯克一直不怎么赚钱嘛。马斯克是远景很好，马斯克是未来9大公司什么要去火星了，他是远景很好。马斯克没有很赚钱啊，马斯克赚的钱跟那个什么辉达怎么比？目前为止还差太远，所以马斯克没有被算进去哈。但是你要知道，我这次跟你讲啊，人家3家公司就比你们全中国加香港的总值还要多。可是这些公司再厉害，这3家、4家、5家、100家，全部要靠台湾的台积电，让你们中国人晚上想的时候他想说心在痛一下，哎呦，靠，那很厉害的，台湾这厉害，我们在，我跟你讲，台湾真的这么厉害，不吹牛的台湾这么厉害是不吹牛的，好吧？可不可以30块懂了？廖董之后在美国宣传，至少100万票华人可以开投票员，谢谢。这个都爱做了，都敢跟安内来，我也很乐于做这个事情，而且什么命运把我推到这里来了，我不做也不行了哈，对吧？我有跟主席讲啊，命运把我们推在一起了哈，未来我跟你讲，我发现了，我跟主席跟秘书长我们3个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吵架，因为我们个性都很，其实我们个人都很尊重别人啦，都很尊重别人，而且我们也都是一心一意为这个国家。没有谁说是我这看几块钱要放口袋的哈，这个这做政党贪不了，赚不到钱啊。也就是说可以了，我们既然上天把我们3个人推到一起了，未来的走势会，我还是觉得很有信心的，非常有信心，好不好 ？Crystal 300块懂了，谢谢。访客人，你讲再怎么开放，教会要支持同婚不容易，教会不要支持啊。你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要去把每个人都改变的一样，不一定。世界是多元化的嘛，你支持就支持嘛，不支持你就不管就好了嘛，是吧？其实我是支持同婚的，但是我不会去谈这些东西，你懂不懂？因为这种物件是安尼啦，同性恋不是罪，同性恋是天生知道吗？这是什么？灵魂错置，同性恋也没有错，所以我们让同性恋人他们有什么？有一个什么完整的家庭？我认为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也没有觉得不好。我不喜欢的是什么？你不能让中国男人娶台湾男人，然后就到台湾来，那些东西可能到最后变成什么？解放军派一群人来，这个是我最怕的东西啊，是不是？这个是最危险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嘛。找个台湾人跟你中国男人找台湾人结婚，他妈的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同性恋？台湾人很容易被收买啦，是不是？台湾人就几万块就把你收买了，然后就进来一大堆。现在已经很多人进来了，我跟各位讲现在透过同婚进到台湾的中国男人已经很多了。他到底是真的同婚，还是解放军派来的，还是什么？这个东西你到今天都弄不清楚了。我就不知道你当时台湾赞成同婚的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同意你让中国的同婚进来嘛，是后面那些什么立法委员他们给他乱搞的嘛。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这个政党能够壮大起来。我们把所有的不公不义的事情，都希望所有民众，你内心有什么不公不义的感觉，对这个社会有怨言的，都全部交给了我们台美党，由我们台美党来帮你出这口气，由我们台美党帮你找回正义，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充满正义感的人，有正义感的人对正义的事情不需要任何什么，不需要任何回报，我们就勇往直前，冲过去干了，知道吗？所以你们要相信世界上是有好人的，不是像党像柯文哲这款人，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我一直觉得很可惜。有一些人才哦，这是最后台湾有些人，比如说我讲林志深是个人才，柯文哲也是个人才，最后就因为一些私人的什么挣脱不了那种利益的名利的勾引，他才毁掉了。刚好我们这一群人都已经身经百战了，我们这一群都身经百战了哈，我们这点人身经百战了哈，这些东西啊，蓝金黄对我们这些人都没有用，都没有用。然后呢，未来台湾的前途可能要从我们这一代，从我们1月17号开始，今天18号，昨天开始，昨天有一个政党成立了，那个政党是台美党，未来要走的路会让各位什么重新找回希望。重新找回希望，好不好？啊，对啦，同婚可以同婚，但不能通敌啊，不能跟敌国通婚啦哦，我实在，我懂了，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人，这些通敌的人，其实全世界都知道台湾的什么？台湾的政党。台湾的国会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了，这世界上都知道了，所以美国出手越来越快，越来越那个嘛，对吧？美国可以鼓励人可以找你们这些人谈话，其实他们有影响吗？有影响。我跟你讲啦，军工那个会过了，1.25兆那个会过了，你看得出来吧？他们已经在妥协了嘛，因为不是没惊呢，对吧？因那也没惊，对吧？我你。共产党只能给你钱而已啦，美国是个要你的命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真跟你们像真你们是亲共舔共的，你们去动了美国的奶酪，你看美国 CIA 会怎么对你？你不会马杜罗被抓了，很奇怪吗？抓你们这些更简单，有没有可能打个气矿买就摘嘛？而且我已经说过了哈，锄奸队秘密就在进行了，我是不想再说这个了哈。那有一天，我去刚，如果时间到了，共产党真的要动台湾了，我跟你讲，你们这些人瞬间都被抓走，被锄奸全部干光，你们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跟你讲，不要说我没有警告你们，只要战争一发生，我跟你讲，民间那个早就已经成型的锄奸队，会把你们这些亲共舔共者一个一个当场就地什么？就地什么知道就好，可以讲太多，人家。YT 又给我警告了，是吧？相信我这些了哈，相信我这些没有关系，我不要讲太多啊，我只是我把它控制，原来怎样，要让他知道，真的有很多事情在进行当中，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哈，我不需要去开这种玩笑，好不好？因为很多人找过我了，已经很多人找过我了，我有没有加入？我不跟你讲，好不好？哦，到这里为止啊，今天先到这里为止，感谢各位，谢谢各位，感谢各位支持我们台美党，我们台美党将会继续勇往直前，为台湾创造一个真正的安和乐利的社会，让我们这一代人吃的苦，不要让下一代人再来吃了啊！要活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环境里，不要像我们这样从小被共产党恐吓长大了，那个环境我们要把它改变掉，好不好？靠我们了，包括蓝绿白。只要你愿意让这个国家正常化，而不是亲共的人，你们都要什么？相信台美党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否则我跟你讲了，民进党把我都走了，民进党没有办法，一个执政党不可能去加入美国国民党更没有能力了，所以只能靠什么？只能靠台美党。你们去好好思考我这句话，除了台美党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走，好不好？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